曾经，意识被认为是哲学家才会讨论的问题，而今天，它已经成为神经科学、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共同研究的前沿课题。科学家正在研究所谓的意识标志网络，比如与意识密切相关的前额叶皮层、顶叶皮层以及丘脑之间的协同活动。越来越多的实验表明，一旦这些关键网络被破坏，意识就会迅速消失。这些发现正在逐渐揭开一个长期困扰人类的问题，那就是意识究竟是什么？它能否脱离物质独立存在？关于意识的本质，人类已经争论了几千年。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神经科学，其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意识究竟是物质的产物，还是一种独立于物质的精神实体？有些哲学观点认为，意识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灵魂，可以脱离身体存在，甚至可以在死亡之后继续存在。但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一个相反的结论：意识并不是漂浮在物质世界之外的精神幽灵，而是一种深深依赖物质结构的现象。换句话说，意识必须依托特定的物质载体才能产生、存在和发展。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来分析意识，那就是意识的定义、本质以及它的物质载体。首先来看意识的定义。一般来说，意识可以理解为生命体对客观世界的一种主观反应，但这种反应并不是简单的生理反应，而是一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高级生命活动。所谓主观能动性，就是生命体不仅能够感知世界，还能够主动理解世界，并尝试改变世界。在太阳系已知的生命中，目前只有人类真正展现出了这种高度的主观能动性。人类不仅会感知环境，还会思考规律，创造工具，建立文明。从钻木取火到制造计算机，从观察星空到探索宇宙，这些行为背后都是意识主动探索和改造世界的结果。而在其他动物身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感觉和本能反应，比如蚂蚁依靠气味寻找食物，蜜蜂通过舞蹈传递信息，猎豹凭借速度捕猎。这些行为看似复杂，但大多数都是由基因和本能预设的生存策略，并不需要复杂的抽象思维。因此，如果从狭义角度来理解意识，那么真正具备高度主观能动性的意识，可能只有人类才具备。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上并不存在这种能够主动理解宇宙规律的意识。但如果我们把意识的概念扩大一些，把生物的感觉和应激反应也算作一种原始意识，那么意识的历史就会变得更长。在大约6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最早的复杂多细胞动物，它们开始拥有简单的感知器官，可以对光线、温度、食物等外界刺激做出反应。这种能力虽然非常原始，但已经具备了意识最基本的雏形。无论是狭义意识还是广义意识，它们的出现时间都远远晚于宇宙本身。宇宙已经存在了大约138亿年，而复杂生命不过几十亿年，人类文明更是只有短短几千年。这个巨大的时间差说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意识并不是宇宙诞生之初就存在的东西，而是物质在长期演化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一种高级现象。换句话说，意识是宇宙物质复杂化的结果，从基本粒子到原子，再到分子，再到生命，再到大脑，物质结构不断变得复杂。当复杂度达到某种程度时，一种新的现象便出现了，那就是意识。然而，人们之所以长期认为意识是独立于物质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误解了意识的本质。我们习惯把物质看作是客观存在的，比如石头、空气、水，而把意识看作是主观的、虚无的，好像属于另一个精神世界。但实际上，从科学角度来看，意识同样是物质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先看看物质的一些常见属性，比如颜色、气味和触感。当我们看到红色时，其实并不是世界本身具有红色，而是因为某种波长的光进入眼睛，被视网膜中的感光细胞接收，然后通过神经信号传递到大脑，大脑再把这些信号解释为红色。气味也是一样，当某种分子进入鼻腔，被嗅觉受体识别后，大脑会产生气味的感觉。触觉也是如此，当物体的分子排列对皮肤产生压力时，神经系统会把这种信息转换为软或者硬的感觉。这些颜色、气味和触觉其实都不是物质本身，而是物质与生物神经系统相互作用产生的主观体验。
不同的生物甚至会感知到完全不同的世界。蜜蜂可以看到人类看不见的紫外线，狗的嗅觉灵敏度远远超过人类，蝙蝠则能够通过超声波感知周围环境。这说明我们所感知的世界其实是大脑对物质信息进行加工之后的结果。意识与这些感觉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复杂程度。意识可以看作是大脑对海量信息进行加工整合后产生的一种更高级的现象。它不仅能感知世界，还能形成抽象概念、情感体验、价值判断以及长期规划。当我们思考问题时，大脑中的神经元会通过电信号和化学信号不断交流信息。当我们感到快乐时，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分泌会发生变化。当我们产生决心和目标时，大脑会整合各种信息并形成行为指令。这些过程都有清晰的物质基础，每一个意识活动都对应着复杂的神经活动。因此，意识并不是脱离物质存在的精神实体，而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物质运动形式。既然意识是一种物质现象，它就必须依赖物质载体，而这个载体就是人类的大脑。人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和皮肤就像一套精密的信息采集系统，它们把外界的光线、声音、气味和触觉转换成神经信号，然后传递到大脑。大脑拥有大约800多亿个神经元，这些神经元之间形成了数万亿个连接。通过这些连接，大脑可以对信息进行分析、整合和储存，从而形成感知、记忆、情绪和思维。整个过程环环相扣，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关键环节受到破坏，意识功能就会受到影响。例如，如果视觉皮层受损，人就会失去视觉能力；如果语言中枢受损，人就会失去表达语言的能力；如果海马体受损，人就会失去形成新记忆的能力。这些神经科学的临床案例都在不断证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意识与大脑密不可分。从生命发育的角度来看，这种关系同样非常明显。胎儿在母体中时，大脑逐渐发育，意识也随之逐渐形成。出生后，随着神经网络不断成长，人类的认知能力、情感能力和自我意识也逐渐完善。而当大脑彻底死亡时，意识也会随之消失。这也是为什么现代医学把脑死亡作为判断生命终结的重要标准。在一些植物人的案例中，大脑虽然严重受损，但并没有完全死亡，因此仍然可以维持呼吸、心跳以及一些简单反射。这说明仍然存在极其微弱的意识活动。但一旦大脑完全停止功能，这些现象也会彻底消失。意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就是自我性。每个人的意识只属于自己，无法与他人共享，也无法转移到其他身体中。这种唯一性来源于大脑神经网络的独特结构。每个人的大脑连接方式都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受到经历、学习和环境的影响，从而形成独一无二的神经网络。正是这种独特性造就了每个人独特的性格、记忆和思维方式。这也意味着所谓的意识复制、意识转移、灵魂转世等说法，在科学上都缺乏基础。即便未来人工智能能够模拟人类的大脑功能，它也只能模拟行为和计算过程，而无法复制一个人的真正意识。同样的道理，当大脑这一物质结构消失时，属于这个个体的意识也会随之消失。意识不会脱离大脑独立存在，更不会以灵魂的形式漂浮在宇宙之中。从宇宙的演化到生命的诞生，再到大脑的出现，意识始终与物质世界紧密相连。它不是宇宙之外的神秘力量，而是宇宙物质演化到高度复杂阶段时自然涌现的一种奇妙现象。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识正是宇宙通过人类的大脑开始认识自己的方式。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您的支持。